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在中国神话体系中有着多条脉络，从本土的道教、儒教到外来的佛教，都有其神话传说的部分。由儒家思想产生的天庭圣者，由道家产生的仙，以及儒道融合而得的神，再到佛教的菩萨。而中华文化因其强大的融合力，最终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神话体系。在这套体系中，有一支源于佛教，那就是佛与菩萨、罗汉等。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，有着众多的菩萨，分管着不同的板块，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四大菩萨。这4位菩萨就是以智、行、悲、愿为第一的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。4位菩萨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老大。那么4位菩萨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说道。1. 愿力第一地藏菩萨，在中土大乘佛教的4位菩萨中，这是很独特的一位，因为其他3位菩萨都是身着华服的贵族装饰，而地藏却是出家人的装束。在佛经故事中，他是2位佛祖交接空档期的度世者，佛陀嘱托他，在自己入灭之后，要由他来临时代替自己度世，直到他的接班人弥勒降生。这可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，也是佛对自己信任啊。于是不怕牺牲的地藏就发誓，只有度尽了6道轮回里的所有生灵，拯救了所有生灵的各种苦难，自己才晋级成为佛。这是一个伟大而忠菩萨，万世恐怕也难以完成的宏愿，可见他做出的牺牲之大。地藏因为发愿要拯救众生，替世人承担苦难，深受老百姓喜欢，尤其是在旧社会的下层百姓，可以说他是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最多人信仰的。关于地藏的故事中有一个最为流传久远，那就是他的化身金乔觉，新罗国的一位王子。这是朝鲜半岛唐朝时候的一个小国，他在做比丘的时候就以地藏为号，在唐朝高宗时渡海来到东土，四处游学后来到九华山定居。刚开始没有人发现来了这么一个和尚，直到他在茅棚遮挡的石洞里苦修了很多年后，才被当地土豪发现，看到一位王子这么苦修，就很感动，想给他造一座寺庙。但当时九华山是闵公的私有财产，要建寺庙就要闵公贡献点地方出来。闵公也是一个极富善心的人，想着不就是建个寺庙吗，用不了多少地方，就豪爽地答应了，还问他要多少地方。修行之人自然也不贪心，就告诉闵公只要自己袈裟盖住的一块地方就好了。谁知道袈裟一扔出去，竟然把整个九华山都盖住了。大家这才知道这位地藏比丘果然是有大神通的。闵公也是个守信的，就把整座山都供养给了他，连自己跟儿子都跟着出家修行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九华山就成了他的道场，直到他99岁的时候，他在九华山作化了，而且作化后多年肉身不坏，大家就认定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显示，把他尊为金地藏，弟子们造塔供奉，到后来更是在此基础上造了肉身殿。地藏因为有着金乔觉这位可考的化身人物，在4大菩萨之中显得更为真实，形象也没有其他几位那么多变化。与地藏不同，下面这位我们最为熟悉的菩萨却有着数不清的化身。2. 慈悲第一观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因为他的救一切苦厄，而被世人尊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一位菩萨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化身。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形象是杨之敬品立像观音。观世音菩萨最初是作为西天接引佛阿弥陀佛的左胁侍出现的，与右胁侍大势至、阿弥陀佛三者合称西方三圣。观世音菩萨早在隋唐时期就被国人普遍信仰，莫高窟现存的隋唐壁画中，一半以上法华经变壁画主角都是观世音。这主要是因为他度人从不分贵贱贤愚，在封建社会有这种平等观念的菩萨，当然大家都欢迎他来中国了。至于观世音的道场，我们自小看《西游记》都知道，孙悟空要找观世音菩萨，总是要飞到南海普陀山朝阴洞前的紫竹林。
而这里作为他的道场，其实也是在唐朝时期，据说是一位印度僧人在这里曾经亲眼目睹菩萨现身说法，还给了他7色宝石。其实要说起来，前面2位菩萨跟我们称为佛祖的释迦牟尼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。4大菩萨中，与释迦牟尼佛最亲近的应该是文殊和普贤，他们3人被合称为华严三圣。3. 智慧第一文殊菩萨。文殊是佛陀的左胁侍，全称应该做文殊师利菩萨，是所有菩萨中公认的智慧辩才第一。要知道，佛教讲究的就是智慧，可见他在佛教菩萨之中地位极为崇高。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菩萨之中排名第一的。文殊也是最早输入中国的菩萨信仰之一，在我国北魏那会，在五台山就建有供奉文殊的寺庙。华严经里面也说，在东北方的清凉山上就住着一个叫文殊师利的菩萨。文殊来到中国后，由于五台山气候跟经中描写很像，被认为是可以比拟清凉山的所在，就自然把五台山作为了他的道场了。文殊因为智慧出众，对佛法的理解非常透彻，常常替佛陀传法，经他之口宣扬的佛法通透易懂，可以说是佛教早期最为得力的宣传官。对于菩萨，李白曾经专门有诗写他大慈大悲最难忘，教化众生无边浓。由此可见，以智慧见长的文殊在唐时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也正是在唐朝中期，对文殊的信仰达到了顶峰。那时周边国家比如日本、东南亚各国、尼泊尔等国家僧人都来五台山礼拜，使五台山成为了我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道场。然而与文殊同为3圣之一的普贤，相对而言就更为低调一些，毕竟对他而言，践行是他最为擅长的。4. 愿行第一普贤菩萨。作为佛陀2位胁侍之一的普贤，在菩萨之中地位也非常之高。他因为有延命之德和10大行愿，而作为菩萨之中的劳模般存在。作为有延命之德的菩萨，普贤寄托了世人对祈求长寿的朴实愿望，所以在他的东土道场峨眉山顶，从近代开始兴建的普贤寺，后来就改名为万寿寺。佛教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，早在东汉早期就有传说，峨眉山上有普贤显化。到东晋时期，华严经传入中国，在经中记载的他居住在西南方的光明山上，而峨眉山正是位于中国西南方，就当成了他在东方的道场。普贤是中国佛教中很早期也是很重要的一位菩萨，他跟文殊一个代表智慧，一个代表行动力，两者相辅相成。在佛教是很注重行愿的，普贤正是代表着通过修行、持戒、行善等各种具体行动力的菩萨。他教授信徒们不同的修行方法，而正是有了这些修行方法，使信众在面对高深的佛法理论时，知道如何去修行。普贤和文殊基本都是结伴而行的，用现代的思想去解释，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，正如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。